就要从这位史学家，也就是司马光，在他写的《资治通鉴》里开头的这句话说起。你看，他一开始就讲得非常明白：天子之职，莫大为礼。意思就是说啊，身为一个最高领导人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礼这件事给建立起来。那礼又是什么呢？司马光认为，它的核心就是分跟明。嘿，你没听错，就这4个字：礼、分、明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终极密码。OK，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路线图大概是这样哦。首先，我们会先搞懂司马光这个理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来看这个他心目中完美的秩序是怎么一步一步崩坏的。接下来，当然就是看看崩坏之后天下大乱的样子。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会从这整段历史里边提炼出一个关于领导力的深刻警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吧。司马光他心目中那个理想的稳定的社会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或者说，它是建立在哪几个重要的支柱上面呢？司马光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，他说整个社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。那这3个概念呢，就是让这个身体可以正常运作的规则。你看哦，礼就像是最高指导原则，是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。再来是分，这个分就很重要咯，它就是要分清楚君臣上下的差别，就像身体里面心脏是大脑，四肢就要听指挥，不能乱来。最后是明，明就是给这些不同角色一个正式的称号，像是国王、臣子，名正才能言顺嘛。所以你看哦，这3个东西是环环相扣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所以重点就来了，司马光警告说，一旦这个礼分明所画出来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像骨牌一样，从内部开始崩塌，最后陷入一片混乱。这不是危言耸听哦，因为接下来司马光就要用一个血淋淋的历史案例来证明他的观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在司马光眼里，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？究竟是哪个决定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打开了混乱的潘多拉盒子？就是这件事。西元前403年，当时的周天子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正式承认了韩、赵、魏这3个家族，让他们瓜分了原本的晋国。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只是个政治操作嘛，对不对？但在司马光看来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原罪等级的超级大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周天子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跟守护者，竟然亲手把他自己权力的基础，也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礼，给砸了个稀巴烂。司马光的这段评论可以说是骂得非常直接了。他说，破坏规矩的根本不是晋国的那些臣子，而是周天子他自己。你看他把侯爵这个名给了本来只是家臣的韩、赵、魏，这一给就把君主跟臣子之间的分给完全抹掉了。这下好了，名跟分都乱了，那个最大的礼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OK， 当旧的秩序瓦解之后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出现了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讲什么礼义廉耻都没用了，拳头大有实力才是王道。而这个混乱时代的最佳代言人，可以说完美的体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人身上。他的名字叫智瑶。我们来看看智瑶这个人。哇，他的履历如果放到今天，绝对是猎头公司抢着要的那种。你看左边5大才能，人长得又高又帅，剑术高超，能文能武，口才又好，做事还果断凶猛，简直是完美吧。但是他所有的这些优点，所有的才华，都被右边这一个仅仅一个但却是致命的缺陷给完全抵消了，那就是不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个人有才，但是没有德。那一个人光有才华没有品德会怎么样呢？智瑶就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，他会变得极度傲慢。他仗着自己实力强，就跑去跟韩家、魏家要土地，人家也只好摸摸鼻子给了。接着他又跑去找赵家要，结果这次赵家硬气不给，智瑶就火大了，直接联合韩魏2家，把赵家的首都晋阳给团团围住。在他眼里，这世界就是靠实力说话，没人敢违抗他。他们围城围了很久，智瑶就想了一招，引来河水淹城。当他站在高处，
看着洪水滔滔把晋阳城围成孤岛的时候，他非常得意，还说了句：“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水也可以灭掉一个国家啊！”哈，这句话成了他的催命符，因为他完全没注意到，他身边的韩魏两家的领导人听完这句话，偷偷用手肘互碰了一下。他们心里想的恐怕是同一件事。对呀，既然水今天能淹赵家，那改天是不是也能淹我们家？结果呢，智瑶这个问题的答案当天晚上就揭晓了。他的两个好盟友韩家跟魏家偷偷跟赵家联手，把堤防给挖开，让大水，没错，直接倒灌进智瑶自己的军营，然后三家军队从四面八方杀出来。前一刻还不可一世的智瑶，就这样被自己最得意的计谋给反杀，整个家族都被消灭了。真的是成也才华，败也才华。好，智瑶的构事结束了，一个旧世代的强权倒下，韩赵魏三个新的国家就此诞生。那么从这片灰烬之中，这些新一代的领导者，他们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呢？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位魏国的国君魏文侯，他走的可以说是跟智瑶完全相反的路。他知道单靠武力跟霸凌是行不通的，所以他反过来用德行来收服人心。比方说，他身边有很多有智慧的顾问，他看到有学问的学者，还会从自己的车上下来跟人家行礼。甚至有一次，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狩猎约定，他就算外面下着狂风暴雨，还是坚持要去。这就是诚信，这就是品德的力量。不过，这不代表魏文侯只用好好先生哦。他手下有个将军叫吴起，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。他可以说是才跟德完全分开的极端案例。论才华，他是个战神，打仗没输过；但论品德，斥责他为了得到一个将军的位置，可以狠心杀掉自己的老婆。可是呢，他对待自己的士兵又好得不得了，好到可以亲口帮士兵把伤口里的毒脓吸出来。所以你看，对于魏文侯这种新时代的领导者来说，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怎么去驾驭吴起这种既是天才又是猛兽的人。好，讲了这么多故事，我们绕回来，看完了秩序的建立、崩坏，还有这些人物的起起落落，司马光终于要给出他最重的结论了。而这个结论可以说就是整个《资治通鉴》开篇，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核心观点。司马光把人分成了4种，你看这个表格，有才又有德的，那当然是圣人，最理想的状态。才跟都没有的是愚人，虽然没用，但至少也没什么害处。那接下来的2种就是重点了。司马光认为，一个有品德但能力普普通通的君子，远远好过一个能力超强但品德败坏的小人，就像智瑶那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小人的才华不会被用在好事上，只会让他作恶的本事变得更强，破坏力更大，就像是给一只老虎又装上了翅膀一样，那还得了？所以司马光的警告可以说是穿越千年，到今天听起来还是非常刺耳，也非常中肯。他说，君子会用他的才能来做好事，但小人只会用他的才能来做坏事。所以宁可用一个愚人，也千万不能用一个小人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当我们在选择一个领导者的时候，品德永远都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因为一个没有道德罗盘的才华，就像一辆失控的法拉利，它不是带你走向成功，而是带你冲向毁灭，而且速度还特别快。司马光相信破坏规则跟名分最终会导致灾难。可是回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是很常在歌颂创新、颠覆，鼓励大家去打破旧规则吗？所以这就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：从古到今，从司马光的世界到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秩序这件事？忘记秩序的价值，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而那个完美的平衡点又到底在哪里呢？